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：为什么护照第一机场、第一港口、第一的国家只有新加坡？这三个第一不仅是荣耀，更是一个独特的系统。新加坡不是单靠护照炫免签，而是将整座国家变成了你的旅行外挂，打造了一个无缝连接的出行自由闭环。但护照免签192个国家，真的就代表出行最爽吗？恐怕没那么简单。新加坡护照确实很强，免签或落地签192个目的地全球第一，但单有一张优秀的护照并不代表旅程顺畅。例如日本护照免签188个国家，但成田机场位置偏远且拥堵；韩国护照免签190个国家，但从仁川去欧洲美洲转机耗时绕路多，所以仅凭免签数据无法换来真正的出行效率。新加坡护照的意义不只是免签的便利，更是与机场和港口的完美协作。如果护照是走出去的敲门砖，机场是飞向世界的跑道，港口则是归程的落点，这三者全面配合，形成了新加坡独一无二的出行自由闭环，确保每次旅行都顺滑无阻。新加坡护照为何这么强？有人以为这仅仅是因为新加坡外交政策厉害，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国家信誉的表现。从冷战到今天，新加坡一直以中立国的形象活跃在国际舞台，它不轻易卷入地缘政治冲突，也不是某一阵营的附庸。这种信任感最终也会反映到护照的免签便利上。无论世界局势如何动荡，新加坡护照依然可以让你畅行无阻。想想这一点就已经很厉害了，不会因为国际制裁、签证新规、外交矛盾而受到影响。这份稳定性才是真正的长远价值。不仅如此，这种免签实力并不是1年2年的突发成绩，过去的10年里，它几乎每年都稳居护照榜单的前2或者第一。新加坡护照不是靠冲刺拿下的数字，而是靠长期积累、多边外交成果以及国家信誉换来的。无论是普通居民的日常旅行，还是企业高管的出差需求，这张护照都给出了一个极高的容错率和低压力体验。要知道，这才是它真正让人安心的原因。这不仅仅是一张护照，而是一块进入全球化舞台的黄金通行证。接下来说说机场。如果你只听说过樟宜机场是全球最美机场，那我就要告诉你，这根本不足以描述它的真正实力。樟宜机场光是美远不足以解释，它连续13年拿下 Skytrax 全球最佳机场的冠军头衔。真正让人赞叹的是它在保障顺畅高效出行体验上的无敌表现。无论是国际航班的转机时间、地面交通的连接，还是安检和通关效率，樟宜机场都让你不得不佩服。我们常常听说转机难，很多机场动辄耗去你大半天时间，但在樟宜机场这种担忧并不存在。它的国际航班转机时间平均只需要40到50分钟，非常适合赶时间的商务旅客。而对于那些出发前往全球各地的人来说，樟宜的航线覆盖度更是绝佳，直飞400多个城市，全球连通性几乎无懈可击。还有一点特别厉害，从新加坡市区到樟宜只需坐地铁直达大约30到40分钟就到，比世界上很多标榜国际化的机场快得多。比如成田机场，你至少得预留2小时从东京市中心赶过去，所以在新加坡旅行，从你家门口开始就已经领先别人好几步了。不过你以为新加坡的第一就到这儿了吗？还有一个地方可能很多人看不到它的厉害之处，那就是港口。这是新加坡闭环中的第3环，也是许多国家忽视但却极其重要的部分。新加坡港是全世界最繁忙的集装箱港之一，覆盖了超过600个港口，连接120多个国家。虽然听上去这似乎和普通人的出行无关，但你知道吗？这座港口不仅保证了物流的高效周转，也赋予了新加坡另一种不可替代的出行能力——邮轮旅行。对于新加坡人来说，周5下班坐邮轮，周1上班回办公室是完全可实现的周末计划。东南亚的邮轮枢纽地位，让新加坡成为区域内其他国家也会选择的转运中枢。别的国家想着出门难，而新加坡不仅出去容易，连回来的体验都丝滑的让人惊艳。这种看似服务于物流的基础设施，其实在潜移默化中为新加坡打造了一个完整的、更高效的出行环境。而这种闭环，很多国家根本无法模仿，因为没有强大的全球航线覆盖，也没有新加坡这种靠近各大贸易水道的极佳地理位置。可以说，这一切是天时地利，也是新加坡长期规划的成果。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觉得新加坡的出行闭环是为了旅行更爽，但把思路拔高一些，你就会发现，事实上，这直接关乎国家竞争力。对于上班族来说，跨国出差能少浪费1小时，就可能多出一张签下来的合同。
而对于学生来说，全球交换和实习的机会因为多了便利而变得更丰富。对于整个国家，这种便利性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在这里设立区域总部，因为人才在这里的流动效率更高，生活成本更可控，同时还有绝对的政策支持和国际化环境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闭环让每一位国民都能间接地因国家的高效收益，你花在旅途的时间少了，感受到的摩擦更低了，那生活满意度自然高。新加坡模式不单单是出行顺滑，它其实从底层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国家自身的运行机制。其他国家给你一张护照，而新加坡卖的是系统化的效率。最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结论：护照强不等于出行无敌，而护照加机场加港口形成闭合系统，才能真正实现领先全球。为什么新加坡能做到？因为它把一个适合旅行的国家直接变成了适合全球化出行的外挂。这是一种别人根本无法复制的模式。如果你对这样的内容感兴趣，不妨在下方评论告诉我，你最震撼的是哪一个环节？记得点赞分享给朋友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